以前我以为死就是没了，空了，熄灭了。送走爸爸和哥哥之后，我常在想，我们在病床前拼命挽留，到底是在救他们的命，还是在拦着他们的路？爸爸离开前那段日子，心脏骤停后的缺氧，让他的脑海像一间断了电的老房子。他昏睡在里面那么久，我们守着一起上的数字，以为灯还亮着，人就还在，却没看见他早已站在门口。望着这间再也住不了的屋子，等我们点头，让它轻轻地走。后来轮到我哥，那是一场更漫长的战斗，基因的缺陷让肌肉一寸一寸萎缩。新冠的风暴压垮最后的屋顶，加护病房里的抢救，像对着崩塌的废墟施工，不断修补，不断支撑。我们因为舍不得，竟亲手把它留在那座让它无法呼吸的牢笼。毒王竟在耳边低语，别怕那震耳的巨响，那只是周到下的回应，别怕那刺眼的强光，那是带你离开黑暗的门。死亡不是消失，是旅人终于走出楼宇的旧屋。呼吸停下那一刻，你终于找回自由的模样，认出那道本来就属于你的明光。别回头看碎裂的转弯，去吧，走向那片没有痛苦的旷野。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身体的暂住客，当屋顶倾斜，当门窗老去，当墙面开始剥落，请允许彼此体面的退出，安静的告别，优雅的离开。你要记得，你从来不是那间坏掉的房子，墙会裂，浪会熟，但你不是那些沧海，你是自由的，不生不灭的，唯一的旅人自己。所以别把灵魂锁在肉身的废墟里。死亡不是消失，是旅人终于走出楼宇的旧屋。呼吸停下那一刻，你终于找回自由的模样，认出那道根本明光，别再回头看碎掉的过往。去吧，走向那片永恒的旷野。别怕，我们终究会在光里重新出发。